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最新一期 Podisa。今天来玩万代收藏部超合金魂 FA 产品线孔巴特拉 V。拆盒取物，武装丰富，机体本身之外，本品包含一对超电磁悠悠与特效件，一件超电磁电钻，一件双刃长枪与连接件，三件原子燃烧器，两件大导弹与可替换弹头，一件导弹特效件，7对替换手型，超合金魂地台支架与说明书。超电磁机器人孔巴特拉 V 首播于半个世纪前，1976年4月17日，是由合金玩具厂牌 Poppy 等一众玩具厂商出资与电视台联合企划的标准机器人动画项目。彼时，长滨忠夫刚刚帮富野由纪紧急接棒勇者莱丁后半段救火工作，让项目平稳落地。这番力挽狂澜的项目管理技能与才华横溢的编剧功力，很快引起了当时业界对长滨忠夫这位动画监督的关注。没多久，来自东映的制作人范岛静前来接触长滨忠夫，相谈萝卜新番的企划。只是当时长滨忠夫对勇者莱丁怀有这样那样的差劲，惯性的思考着勇者莱丁的续作。但是大家想想，制作人的工作是啥？坐拥海量资金与资源调配权，主局各个商业化的项目就是制作人的日常。假如此时范岛静能怀揣诚意，反复约谈创作者的话，美好的愿望终能实现。转向、立项、制作、约档，长滨忠夫带领团队加班加点，仅在原定计划1976年4月3日延迟2周的集数产出下，堂堂登陆朝日电视台。本作主创团队配置不凡，角色原案由春野守美、成田 Makiho 负责，动画角色调整设计则是大名鼎鼎的安彦良和，机设是 Studio New。同时，玩具行业大佬村上克斯也参与进来，为孔巴特拉 V 合体变形玩具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。毕竟当时盖塔动画机体分离合体的概念大火，不过碍于盖塔抽象的机设，今时今日都鲜有玩具厂牌可以完美实现盖塔变形机构。村上克斯寻思，既然工业技术短期内无法突破，不如在机设之初就设定好玩法结构。五架战机对应主角团为主角，也许是村上克斯本身对特摄剧的热爱与擅长，外加长滨忠夫长期舞台剧演出家的经验与功力，估计当时两人就一拍即合，强强联手推出了5人5机乘以变形合体的新概念。虽然诞生萝卜动画，可是对后世特摄片的影响自然不必赘述。没想到特摄战队系列的原点来自于此，分离售卖凑齐合体的玩具销售商法，可谓深得甲方爸爸们的欢心。合体之后的孔巴特拉 V 在对抗外星侵略者时强大帅气，成为了每周守候在电视机前追番小朋友们的最大心愿。动画监督长滨忠夫绝对不会让观众们失望，多达10几种酷炫的招式必杀技，配合各种格斗射击、导弹、火焰、电磁风暴的演出作画，真可谓将70年代后半叶手绘动画工业的竞争壁垒抬到了一个新高度。故此，无论是 Poppy 还是超合金产品线，几乎与动画上映同步将商品铺入市场渠道，其丰厚的商业回报早是意料中事。从现在网上能够找到的古早电视广告中，就能想象当时的盛况。主题曲方面，团队请来阿尼松界的帝王水木一郎演唱了 OPED， 确保主题曲足够经典，洗脑上口。甚至剧中还有2首插曲，也由大哥领衔演绎。如此范式的音乐主题曲搭建，在本作中完全成型，成为长滨3部曲的成功方法论。超电磁机器人孔巴特拉 V 作为长滨巨大机器人3部曲的首部曲，世界观企划是完整且共通的，主打外星势力入侵的文化冲突，一贯始终。剧情方面，比较起超级系萝卜前辈作品们，本作最大的吸引力具备以下几点：团队作战而非个人英雄主义，热血的战斗演出又不是悲剧元素，美型恶意与反派的立场跳转，高维文明介入与人工智能，这些卖点在如今市场的审美中仍不过时，尤其是 AI 致谢危机乃是时下的香饽饽。类人外星集团看似入侵地球的邪恶反派，
奥雷亚纳率领的坎贝尔星人远古时代来到地球，沉睡3000年，只为有朝一日起床征服地球，却在与主角团不断战斗中暴露真身。他不过是搭载坎贝尔星科学家记忆的机械体，甚至杂兵众人的面罩被主角团撕下来之后，竟然面部与地球人几乎一样。奥雷亚纳手下的大将军加罗罗与司令米亚的剧情又大有不同，拥有美少年与鸟人2张面孔的前线大将军，从第一集登场就给观众，尤其是女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，美型恶意的概念原点就此诞生。手持大镰刀的加罗罗长期活跃于前线，从与魁豹马单挑废了男主角双手，与身份认知错位的女司令米娅之间的虐恋，直到在地理工厂发现自己的身份，驾驶巨大加罗罗与孔巴特拉 V 发起决战，最后与米娅一同蒸发在光与热之中。动画中采用了大量篇幅，细腻地描绘了这位主要反派的心境变化。拥有孤高态度的一星王子，发现自己只是一具受到奥雷亚纳控制的量产机器人，伴随崩坏的心情，直接独立觉醒，奋起反击，走向人物故事的终末。2026年观赏这部作品中的美型恶意，发现长滨忠夫暗藏的私货过于先锋，在70年代超级系动画的叙事中，胆敢在服务儿童观众群体的动画中融入 AI 觉醒的操作，无疑大幅度将观众群体的年龄层往上牵引一大截。遗憾的是，加罗罗只在动画故事前半段登场，26集陨落之后戛然而止。不过去年发售的《激战 Y》中有不少关于他后日谈的剧情，让玩家们眼前一亮，由衷感叹激战确实是许多萝卜番的正统续作， IP 粉丝值得一玩。多说一嘴，加罗罗也好，米娅也好，如果哪一天 AI 机器人真能做到如此丰富的情感变化，才算得上是人工智慧生命体。现实世界中的 AI 目前恐怕也正是瓶颈于此。这类故事桥段在本作中比比皆是。反观长滨忠夫编剧的立意深度、用力之猛、风味醇厚，实力过硬才能常驻激战系列。本作故事部分非常推荐鬼鬼老师在机核网的机器人动画黑化指北第1期节目，合体我来主持头部，鬼鬼老师详细拆解。以 Combattle 的 V 命名的联合战士，2012年有几条2-3分钟的高清制作动画短片，赋予当时最新技术去实现经典名场面，张力拉满，是值得推荐给所有新朋友的优秀宣传片。今年是超电磁机器人孔巴特拉 V 50周年的纪念年份，不知道各大模安厂牌有没有什么新商品？这对我来说只是长滨忠夫3部曲的开篇之作，后续2部作品敬请期待。
合金魂 FA 是超合金魂于2018年8月启动的子系列，第一弹筛选了昭和时期超人气话题作品超电磁机甲波鲁基斯 5 主角机商品化，同为长兵中夫3部曲的机体孔巴特拉 V 则发售于2020年4月系列第5弹，以舍弃变形合体的机构，从而追求 Full Action 的可动比例。一眼过去，精修过后的线条仿佛让孔巴特拉 V 摆脱了过往超合金魂针对昭和机体定制的厚重感，显得年轻干练。漆面表现一直都是超合金魂系列的长板，或电镀，或枪铁，或哑光，或亮面。亮丽漆面覆盖着超级细罗布的外甲，且帅且强。孔巴特拉 V 主打红黄蓝白，蓝色金属漆在机体的4支躯干上均匀喷洒。法拉利红色烤漆在头中背包区块增色，天线小腹膝盖有黄色点缀，动画中白色双肩小腿腹部以偏紫色金属银实现，真正意义上做到了本品哪怕静态欣赏也足够耐看，不负期待。武装配件方面，本品十分丰富，必杀技零件一应俱全，玩家们可以轻松还原动画乃至激战系列中机体的所有招式场面。超合金魂惯有的地台支架底座，配上气对替换手型，辅以机体全身扎实的金属关节，只能感叹不愧是超级系机体，发挥出人体自然动作不在话下。坦白说，我现在反而比较担心腕部的球关寿命会否出现塑料材质疲劳。照例来看商品说明书，超合金魂 FA 系列正面与反面都是机体 PS 后的官图特写。翻开内页是超电磁侠孔巴特拉 V 作品介绍、机体设定、动画中机体主视觉、战斗小队成员剧照。另一页上展示了分离战机与驾驶员的规格、标志性招式与名场面。说明书内侧是关于 FA 系列特有介绍如何展示造型的详细描述，还有 to posing FA 系列商品都画了重点。6年后回望当年关于 pose 的说明页，真有一种超合金魂 FA 想要脚踩海洋堂山口式系列的野晃，可惜时也运也。最后一页是机体可动范围与配件功能性说明。测量机体身高，头顶天线处几乎抵达7寸，与万代魂 Spec 龙骑1号、JC、莫多洛伊斗、真盖塔、Tarak 对比，与同系列超合金魂 FA、波鲁吉斯5、斗将戴摩斯对比。本品是我认真体验的第一款超合金魂 FA 商品，我的把玩反馈积极正面。一方面是由于我的个人魔玩口味是简单把玩，不喜欢复杂变形与过多配件；另一方面还是因为 FA 系列在外观漆面与可动表现上取得了绝妙的平衡点，兼顾了静观与姿态的魅力，结合起本品的比例、造型、涂装、可动、配件展示6边形维度，超合金魂 FA 版孔巴特拉 V 就是我个人的毕业商品。我也同样推荐给所有喜欢这部作品的爱好者玩家们。FA 作为第2条超合金魂子系列商品线，或许是被严重低估了。反正我6款商品全入，未来一款款来吧。Police Up 这档探索玩具乐趣的体验型节目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咱下期见。